所以它就是快转，然后作为这个 intro 这样子。Salut tout le monde，欢迎收看今天的闲闲没事。今天邀请到2位来宾，第一位是 Rachel， 嗨，我是 Rachel。第二位是 Tiffany。耶，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今天会出现在这个场合，然后刚好有来宾，这是闲闲没事第一次邀请来宾，恭喜2位！好，反正呢，我跟陈 Rachel， 陈 Rachel 是在美国认识的朋友，然后我们刚好就是一起要到法国来交换，然后我们现在都大4了，也不是一起，反正就是我们都想要出国交换嘛，然后他就来法国，然后我就刚好也来到法国，因为他离不开我，所以就是跟来法国。对，都知道，太爱了。对，然后呢 ，Tiffany 就是 Rachel 的朋友 ，Rachel 的学妹。对，就是对我跟 Tiffany 就是在雷恩，就是我们是网恋，对，我们是网友，然后反正就一起来了，就是这样。真是2天1天的网友就一起飞来了。对，荒谬，没错。所以就是我来 Rachel 家玩，然后这边是他在的城市叫做 Han 雷恩这样。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一下在法国的生活这样。那首先想问一下2位，就是你觉得来法国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，或是最荒谬都可以啦。最荒谬，应该就是在法国踩过很多次大狗大便，我踩了三次还是4次啊？哦，我踩了3次，希望未来不要再踩到。如果我再踩到，我真的是智障。他扯他来这边1个月可以踩4次，每个礼拜踩3次啊，3次，而且6日必踩。对，礼拜6早上出门都会被踩，啊不，都会踩，什么意思？都会踩到。可是听说就是他们可能有左右脚之分，可能我忘记是右脚还是左脚踩到，就代表那天会很幸运这样子。荒谬。我觉得不是荒谬，我觉得是法国人他们做事的态度真的会让你觉得很妙，就是他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悠悠闲闲的，然后你都觉得他们都不敢，明明时间就已经很赶，然后他们还是很悠闲做，然后做事情都会以为他来不及，可他都做得还不错。蛮酷的，还蛮厉害的。哦，然后呢，我觉得这边大家上课都蛮认真的，就是老师很会问问题，然后反正我都回答不出来嘛，这个就算了。可是其他同学呢都很认真上课，所以他们都有问题可以问，然后都回答出来，所以这边人上课都蛮认真的，就是跟台湾很不一样。然后那我讲一下我自己是最荒谬的事，就是防疫破口，我觉得你是不要录进去哦。我觉得，那我来分享一下我觉得不算是最荒谬，应该说我最意想不到的事，就是我认识了一个法国人，然后后来他就邀请我认识了他一整窝的朋友，一整窝的法国人。对，所以就是变成那时候去他们家，其实我都有时候都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，可是后来他们就变成我在这里很重要的朋友，因为他们都帮助我搬家，然后我们会一起打牌，然后一起办派对，这样就是一个非常酷的体验，这样。对，我同意，因为我有一群，我也完全听不懂他们讲什么话的法国人，可是他们有个超好，就是他们会全部讲完之后，然后再全部懒人包给你英文版本。哦，他们人很好超好，因为我那一群朋友人是他们都觉得我应该听得懂，所以就没有在。没有，因为我会给他一个脸，就是我不懂，然后就给他，然后他就说我等下给你懒人包。哦，好酷哦！对，然后可是我真的觉得来这里法文进步超快的，因为我一开始我认识他们到现在大概是4-5个月吧，然后我现在已经开始可以跟他们沟通聊天，然后真的有目共睹。就我朋友就说，你之前我这样跟你讲话，你一定听不懂，可是你现在就能听得懂。哦，来拍手，耶！没错。那就作为一个不会讲法文的人。Rachel， 你觉得你怎么跟理发师沟通你要剪头发的事情？对，你前阵子去剪头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花了大概45欧吧，其实好像是有点偏贵，可是我就是很想剪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算了，我就给他剪下去了。然后那边人真的不会讲英文，完全不会哦。然后呢，我就用我的破法文随便跟他讲。
对啊，所以就是要示范吗？示范一下啦。哦，没事，你先。等一下我先查一下，就是反正不是要跟他说啊减哪吗？然后我就对不起，我就不会讲啊。然后呢，我就随便讲，我就这样子，一起，然后 we， 然后就说不要，我然后因为太贵了，我就问他说啊，那可以不要洗头吗？我就随便讲。好，反正他就听懂了，反正就是听懂最重要。中文不好没关系，听懂最重要。没错，让他要展现你的诚意，他就听得懂了。没错。沟通不良没关系，肢体语言很重要。对，好啊，反正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遇到完全没有会讲英文的人，还蛮正常的。就是之前我去银行开户的时候，也是那边的人都不会讲英文。然后开会的时候，我也是，因为我其实没有听得很懂，但是我就一直说 we， 然后就发生一些事情，就是开户没有很顺利。对，所以不能每次随便讲 we。对啊，就是还是，但是我们只会讲 we，也只能讲 we，就不应该讲 no 吧？也是没错啊，对啊。反正在法国还是要来之前，如果你是交换生要来之前，还是要学一点基本的，像 Rachel 这样，还会讲我还会乌沙，无赏就是在哪里的意思，但听过法国人不常讲，但很好记，听得懂就好了。对，不会讲法文不重要，没关系，听得懂就好了，懂我的意思就好了，应该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可是我很羡慕你们，就是住在一起，然后每天晚上都可以一起吃饭。哦，省钱啦，蛮省，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样蛮省钱的。而且这样比较不会得忧郁症，这个真的哦，因为我都自己吃饭。因为你每次你吃饭，你就有人可以分享你的心理，就是你不管发生大小事、好事坏事、超爽的事、超不爽的事，你至少也有人可以骂，让你抒发一下。真的，有个伴有伴，对，因为他们蛮有好是好玩的。那个大家一起住，一人一间，然后住在附近这样。然后我是自己住外面，我有室友，可是就是我们不是一起找，然后那些室友是外国人，大家比较像是活在自己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也不会一起吃饭，我们也没有那个空间啦，所以就觉得你们这样很不错。那你们晚上都在干嘛？就是一起吃饭完之后，我们的晚上流程就是先一起煮饭，然后煮饭又是一个大沟通，就是我们会分工合作，因为分工合作最重要，不然会吵架。我们就说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然后大家 OK 之后吃完饭就是开始打牌。你讲，你这里没有爸可以走啊，你又不能说走去爸就是爸，像外面警察你去就抓你，你怎么可能去爸走？虽然我也想去，但是没有办法。然后大家不要以身试法，因为我有朋友以身试法被罚了快要1万块台币，太多了，太可怕了。所以晚上呢就是来国外记得一定要带扑克牌，扑克牌必带，而且打扑克牌增进感情。对啊，我也觉得，可以增进感情，还不错。没错。好啦，那既然就是都聊到这边，我觉得应该够了。够了吗？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。哦，最后一个问题，好，那我们就是最后一个问题，因为最遗憾的是他们5月10几号就要回台湾了。5月中。对，5月中就要回台湾。那想问你们，在法国这段期间，你觉得你还没有完成的事，不管你之后的这几天你有没有办法完成，那你觉得你可能是会是你遗憾的事是什么？就是餐厅跟博物馆都关起来了，我真的蛮想去看看的。不然我觉得我们去玩，可是我觉得真的是没办法非常认识法国。是真的。就是法国文化之类的，就是最有名的地方，我们却无法去参观这样子。嗯。那Tiffany我吗？身为一个爱玩的人，我觉得你要认识一个地方，你一定要知道它的夜生活啊。你什么都关起来了，你就不能体验，你知道吗？虽然你没有要干嘛，但是至少你去酒吧，你不要特别强调没有要干嘛，不要特别强调。就是你可以去一个地方，就是你要去酒吧，你就可以跟别人聊，不然当地人也好，不是当地人也好，你就是多聊一点就可以融入当地嘛。不管你去酒吧，你8天的你跟他聊天，你都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文化，这个国家的人是怎么样，多学一点，然后再练，要么练英文，要么练法文嘛。练别的语言也可以啊，这边很多人讲西班牙语，
所以我就觉得夜生活很有影响。对，像我一开始我9月来嘛，所以我9月、10月那阵子 bar 是还有开的，就有稍微看到一下那个很多人，真的是只要你太阳一下山，那个路上都是人，然后餐厅都是外面有桌子，然后就是很热闹的一个情况。就是那时候跟现在真的是差蛮多的，因为现在餐厅的外面那些椅子全部都收进去了嘛，然后晚上也不能出去，所以晚上就是很安静这样。看都没看过，餐厅连看都没看过。对他们来之后是餐厅真的没有开过。我以前有看过一次那个，就是之前现在就有对啊。好，然后对我来说，我觉得遗憾是，因为我一直很想去英国，然后我在的城市里尔离英国很近，然后我刚好有朋友在英国，然后就很想，一直就很想去看看这样，但就有英国变种病毒，然后本来就国境就没有开放这样。那希望我会在这待8月，希望到8月之前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英国看看。我们帮你许愿，然后希望你可以去英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平平安安回台湾。对，然后祝你们之后回台湾一切顺利，一切顺利。大家记得要隔离21天，14+7。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，闲闲没事，我们下次见。阿波雪阿花，我的影片都是自剪自导，很厉害。好厉害哦！谢谢，不客气，不要说你，我觉得聊天。